许多动漫迷最害怕的就是看到自己喜欢的作品要拍成真人电影，毕竟人物走钟啊，或者是这个剧情被魔改的案例实在很多。不过你知道吗？有一种动漫改编的真人音乐剧，不但很少有这种负评，还受到原作粉丝的热烈喜爱哦。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2.5次元音乐剧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所谓2.5次元音乐剧就是指由漫画、动画或者是游戏所改编的实体音乐剧，就好像是让原本只存在于2次元的角色在3次元的世界当中活起来，因此被称为是2.5次元。那其实很多知名的动漫作品都有演过音乐剧的版本，像是《进击的巨人》或者是《火影忍者》啊，就连去年爆红的《间谍++9》也已经公布了演员的卡司，今年就会正式演出。在这几年当中呢，2.5次元音乐剧的人气有爆炸性的成长，整个市场规模呢跟5年前相比成长了4倍。现在每年进场的观众超过200万人次，一整年的演出场次也高达了3000场。可是，在我们的印象当中，真人演的动漫角色似乎一不小心就会变得很尴尬。那为什么2.5次元音乐剧会有这么多好评呢？今天我们会先来看一下一般2.5次元音乐剧是怎么演出的，再来看看这种表演的魅力在哪里，而又为什么会在这几年人气暴涨呢？不过按照惯例，先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想让大众一起了解某个问题，或想要宣传产品资讯，提升品牌的知名度吗？欢迎参考志祺七七的商业合作方案。第一种方案呢是制作一支8到10分钟的知识型影片，我们可以将产品结合有趣的知识内容曝光，或把特定的主题变得更好懂，让大家一起来讨论。第二种方案呢是制作40秒的广告，并置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它的制作迅速，可以多次的曝光，特别适合传达产品功能、活动内容等等。而第三种方案呢，则是 Shorts 短影音，透过有趣专属的1分钟节目内容，帮你有效的传递资讯给我们的观众。而最后，我们的志祺七七 Podcast 频道呢，有1分钟的口播广告合作方案，同样适合宣传各种产品或活动资讯哦。欢迎有兴趣的公司品牌跟广告行销伙伴到我们的官网看看更多详细的介绍吧。通常2.5次元音乐剧的角色啊、场景、剧情，甚至是台词都会跟原作相同，但是除了将剧情演出来之外，还会穿插很多的音乐桥段。例如有的剧呢会帮角色设计专属的角色歌，在开场时呢，演员会边唱角色歌，搭配这个角色的招牌动作，把这个人物很快的介绍给观众。另外在演出中呢，如果要讲述角色的心境时，常常会像突然这个时间暂停一般，让角色开始唱歌，再加上其他人的伴舞，让观众在不同的情绪气氛之下呢切换。而这些歌曲都是推进剧情的重要元素，也是2.5次元音乐剧跟动画还有电影很不同的地方。那有些人可能已经发现这种歌曲跟剧情并进的方式就很像西方音乐剧的形式。其实日本的2.5次元音乐剧最初也是受到它的影响。日本的2.5次元音乐剧前身呢，其实就是从舞台剧演变过来的。在2战过后，当时日本的大剧团开始流行演出一些西方的经典剧目，或是把西方的文学作品改编成舞台剧，像是《罗密欧与朱丽叶》、《小美人鱼》等等。1974年，知名的宝冢歌剧团把日本少女漫画《凡尔赛玫瑰》改编成音乐剧，在公演当中一炮而红。剧场界也因此注意到了动漫文本的潜力，开始改编出了更多的音乐剧。而到了1990年代，许多有名的2.5次元音乐剧纷纷诞生，像是《圣斗士星矢》、《美少女战士》、《樱花大战歌谣秀》等等。不过，如果要说2.5次元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呢，那就不得不提到2003年的《网球王子》了。《网球王子》可以说是奠定了现在2.5次元风格的重要作品。除了选用了许多年轻貌美的男演员，吸引了大量的女粉丝之外，也利用特殊的表演手法，将网球比赛表演得非常的逼真有张力。从2003年的首演至今已经演出了动画5季的剧情，也换了好几代的演员，可以说是最常青的2.5次元作品之一。网球王子音乐剧的出现也影响了后来其他2.5次元音乐剧的选材趋势，像是标速宅男啊、排球少年、火影忍者这类常年连载的热血少年漫呢，也就成为了热门的音乐剧类型。不过大家可能很好奇这些作品有的要打球，有的要施展忍术，要怎么还原在舞台上面呢？答案就是要利用舞台效果。
举网球王子来说好了，在舞台上面到底要怎么打网球呢？应该不太可能真的拿一颗网球来打吧。导演想到的方法呢，是在台上架网子哦，演员站在两边，用快速移动的聚光灯当球，在演员挥拍时呢，同时搭配击球的音效，看起来就会非常逼真。那飙速宅男又如何在台上骑自行车呢？只要把自行车简化成握把，演员在骑车的时候呢，握把向前伸，在原地左右踏步，再往这个地板上面打出流动的光，就会变得比较能够想象骑车的感觉。像这样子利用灯光啊、道具、投影，甚至是演员的错位，就可以把很多看似不可能具象化的场景搬上舞台。也因为大部分的观众都有看过原作，通常也很能呢可以马上的理解这个舞台上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过有些人会觉得就特效来说，舞台剧没有办法像电影那样子又大又爽，为什么会让人觉得好看呢？有很大的原因是2.5次元音乐剧非常忠于原作。由于2.5次元音乐剧的目标观众呢是看过原著的粉丝哦，所以符合原作粉丝心中的期待就是第一要务。因此在选角上面，重点是要选出最能够贴近角色形象的演员。所以比起演员的这个名气啊，演员的外形、气质跟可塑性才是最重要的。而除了长相之外呢，演员如何演绎角色也是相当关键的。每位演员呢都会在演出前仔细的看过原作，除了要揣摩角色的动作跟习惯之外，还要去模仿动画声优的口气啊跟声线，去提升整体的还原度。那为了确保音乐剧保留住原作的味道哦，这个剧组呢甚至会在筹备阶段跟原作者密切的合作咨询，或是请教声优各种发声方法等等。另外一方面，如果是真人版电影，状况就很不一样了。由于电影的目标观众就是一般大众，所以比较常会去找知名的大咖演员来创造话题，让票房冲高。此外哦，因为电影常常需要在一定的时长内演完一个有起承转合的故事，不像音乐剧可以分成好几场公演把剧情完整的演完，所以电影的剧情呢常常会有删改，有些还可能结局啊跟原作差异很大，这点也是很多人不喜欢真人版电影的原因。不过2.5次元音乐剧之所以受欢迎哦，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现场的观看体验。由于剧场表演的观众跟演员是身处在同一个空间哦，比起隔着荧幕的电影，更能够直接的感受到现场的张力跟情绪的渲染力。而观众看到演员卖力挥洒汗水的样子，也很容易对演员萌生一种亲友般的情感，自然而然哦就变成了应援团，变成了未来公演的铁票成员。而且除了主线剧情之外呢，音乐剧中间也经常会安排一些小小的番外篇，通常哦是轻松有趣的小剧场，角色也很常在这个时候跟观众进行互动。有不少观众呢，就是因为喜欢这种互动的参与感和惊喜感，才掉入了2.5次元的坑。那讲到这里，相信大家已经有感受到2.5次元的魅力了。那虽然有很多吸引人的特色哦，但2.5次元音乐剧过去在 ACG 界里面还不算是主流的娱乐类型，之所以能够在近年人气暴涨，其实跟背后的商业策略很有关系。在 ACG 界看见了2.5次元的潜力之后呢，有越来越多动画作品推出前，就会考量到未来改编成音乐剧的可行性，并且呢，在前期预做准备，让这样子的表演形式可以成为 IP 商机的一环。而随着越来越多的作品推出2.5次元的音乐剧之后，也因此让认识这种表演形式的人越来越多。那如果音乐剧累积到一定的人气，制作组也可以尝试做其他的活动，像是角色的演唱会专场啦，在运动会里面举办角色运动会啦，这些都是衍生的商机。而且除了门票以外哦，现场贩售的 DVD 还有周边也可以创造可观的收入。这些操作如果够成功，往往也是能够将一些粉丝带回到原作上面，增加作品的长尾效应。在台湾，我们比较没有机会接触2.5次元音乐剧哦。在研究这个题目之前，其实我们团队很多人也只是知道好像有2.5次元音乐剧的存在，没有想到它的人气是出乎意料的高。我们一开始也蛮困惑的是，明明都是真人演出哦，为什么音乐剧的口碑就是比真人电影来得好呢？除了2.5次元有很多精彩的看点以外，我会觉得在这个有太多线上娱乐的时代，实体演出反而能够带给观众很不一样的感动跟体验。毕竟在现场能够跟演员互动哦，以及同好围绕在身边的感动，是看电影比较少有的体会。难怪身边的很多朋友都是一入坑就回不去了。所以今天的最后呢，我们想问大家的是，你会想要尝试去看现场的2.5次元音乐剧吗？想哦，觉得看完这集之后呢，想要冲一波；B 不想，我还是觉得2次元的世界最美好。所以如果有喜欢的作品推出音乐剧的话呢，会想要看。D 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什么是2.5次元音乐剧。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当初少年漫画是怎么崛起的，以及2022最热销的日本漫画排行。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Hello，大家好，我
传个力，我是贺龙，大家好。这是 PR 哥，欢迎收看《超人少年》。我是吴子，我是志奇，我是徐波。哈密 Video Cat 网红馆发烧强片14天抢先看，独家喜剧大片会员无限看。Look at me，有个烂人啊！他们